一个月份原本是你自己，第二个月份就要有些人是真的有可能会进入婚姻，有可能会进入结盟，在骑这一匹马，我一定要杀出一条血路，我一定要存活下来。你现在正在进行的这个东西呢，非常有可能是到明年的1月种子撒下来之后，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能力去复合它。在1月份遇到一个蛮有利的男性 ，OK， 他是蛮给力的。这件事情如果好的我就留下，不好的我就把它删除。你自己下好要离手，你离开的时候呢，不能带着自责或者是愧疚，你也要去尊重别人的选择。所以我们希望你能够在这一季用尽你的全力去追求它，去成就它，去灌溉它。Hello， 双子座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ane。今天这个影片呢，是要给双子座的朋友们的正能量运势牌卡解读。那正能量运势牌卡解读，它没有任何时间上面的限制哈，所以呢，如果你不是在首播看到这一支影片的话呢，要麻烦你自行前后推敲3个月，或者是呢，以你当下的这个季节为主，好吗？好，那我们一样呢，会进入到跟大家解说有关于正能量牌卡解读的整体架构啊。首先我们这一次正能量运势牌卡解读一样呢，有分为上下半场的部分呢，就是针对每个月份的能量场的现状跟细节来做一个解说。接着呢，会告诉大家在每个月你有哪些实际要能够去学习的课题。紧接着我们就会进入到这个下半场的这个延伸牌卡解读。那下半场的延伸牌卡解读呢，我们会来用宇宙验证牌卡来验证我所说的这些能量场的内容以及细节，还有看到更多的症结点，以及呢在各个月份我们有哪些要特别呢去注意到的这些关键性的人物或者是一些时间点。然后呢，我们也会在个别呢每个月提醒大家要特别去注意可能会有哪些临时的状况会发生。然后呢，这边呢我们可以提早那个超前部署一下，好吧 ？OK 好。然后呢，这一次我们的下半场延伸牌卡解读呢，还有天使下凡来解答。你可以想3个问题，我会请天使下凡来回答你的问题是 yes 或者是 no， 或者是有更好的答案。然后最后我们就会以大家最喜欢的天使跟宇宙的传讯，听看看天使跟宇宙有什么样讯息，希望透过传讯者我来告诉你作为一个结尾，好吗 ？OK 好，那我们话不多说，准备就进入到这一次这个双子座的朋友们的正能量运势牌卡解读。首先呢，等一下我在解牌的过程当中，我会讲这是你看到影片的第1个月、第2个月、第3个月，如同我所说的，你不是在首播看到，请你自行做一个时间推演。然后这一张呢没有掀开的，也就是你的王牌跟底牌，就是说在这一整个季度这个季度的过程当中呢，你如果遇到任何的挑战或状况，可以来参考你的王牌要给你的建议，好吗？好，那请大家给我一点时间，让我去感受你能量场上面的呈现跟细节。OK 好，请稍后哦。OK 好，我个人会感觉双子座的朋友们这2到3个月呢，其实整体状况是还蛮不错的。可是呢，我总觉得这边好像就是需要你不断提升再提升，然后呢，怎么说呢？我形容一下，我想一下怎么形容这个有点像是这一季你好像要超越你自己。就是说你现在可能还不错了，但这一季呢好像会给你一些挑战，让你不断的超越你自己，不断让你自己提升的变成越来越好。OK 哈，那但是会有点累人我可以看得出来这能量场有点像是类似像这样的走向我们一起来看一些细节吧。OK 好，首先呢，在第1个月的过程当中呢，你抽到的是非常有趣的权杖3、权杖4、权杖5这个是排站的这个能量场非常逗趣。OK 这3张牌卡呢，在你的第1个月份呢出现的时候我个人会感觉这张牌卡让我有一种胸有成竹的感觉，就像我讲的，双子座的朋友们，你可能比如说像现在你在看这个影片，你可以自行套用在任何你在交手这个相关状况、人事物、世界、梦想或目标或者是关系、工作、感情都可以你看这张牌卡呢有一种胸有成竹的感觉，然后手上拿着一艘船，就是说我很清楚，我知道比如说我就以工作来举例我知道我自己的生涯发展我要怎么样有一个走向。OK 最重要的是呢，你看到这边有林立的这些高楼大厦，然后你的头发非常的长。OK 就是说呢，你看到你这个头发是勾住这些高楼大厦的，象征的意思是说我在工作的一个职场生涯，我算是有经历，我算是有资历，或者是呢，我甚至在这个圈子里面是有人脉的，所以这个方向我自己是很清楚的。所以在这样的状况当中呢，你不仅在这个大楼林立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些你可以去想可能是不同的公司行号啦，你曾经待过的这些行业啦，或比如说你曾经交往过的人你现在已经开始越来越清楚知道说我的方向是什么，我心里想要的东西是什么，所以呢，你开始想朝向这个权杖4，就是说
这些公司我都待过了，或这些人我都交往过了 ，OK 哈。可是呢，我现在想要有一个我自己认为这个是完完全全属于我，或者是说这个是很肯定的、很稳定的哈，8、9不离10，不会出什么差错的哈，这个就是你想要的 ，OK 哈。所以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你希望OK 某部分小众的双子座朋友们，你希望有人可以跟你共同去架构这个我们就讲它是你的城堡，好吧？你专属的这个城堡 ，OK。那这个有可能是合伙，有可能是一段关系，或者是你可能想要把这个关系提升到下一个阶段 ，OK？ 那在要这样子计划的过程当中呢，这边有一个权杖五，就是说，那这一盘棋要怎么下比较好呢？是要先这样做好呢，还是先那样做好呢？我是要先求婚呢，还是说先存钱呢，还是说先买房子呢？等等之类的哈。那所以这个不管你是用在哪个方向，就是我觉得你大概蛮笃定知道说你要怎么走，可是现在你想要拥有一个是完完全全属于你，然后你会比较安心一点的这种状态。OK 好，所以呢，这一盘棋怎么下？我个人会感觉呢，这权杖3、4、5，好，在你第一个月，我个人会认为这个比较像是说你在思考、你在盘算，然后你在想怎么样做会比较好。那来到第二个月呢，我觉得为什么你会不断的超越自己，会变得更好的原因是，因为你来到这里，你抽到的是宝剑国王，然后呢，抽到的是钱币9，然后又抽到了这个国王牌卡。OK 好，这3张牌卡在你的第二个月份呢，会让我有一种感受哈，就是说。你看这边呢，这个宝剑国王是他脑袋很精明的 ，OK， 他拿着这个宝剑哈，然后这边有线这样，好像穿针引线这样子 ，OK 哈，我个人会感觉这边呢有点像是你在筹划，你在思考，它有点比较像是还在你脑袋中的事情。OK 好，那来到这边呢，你已经在画你的路线图了。这个每一个线上的这个点都是你的路线图。好，比如说假设你想要有一个完完全全属于你自己的，比如说你要创业好了，对吧？以后就不用再去公司行号上班。那这个时候你就会想，好，那我要做什么呢？该怎么做呢？有多少时间要筹划呢？那比如说供应商是什么呢？谁要跟我合伙呢？那我要去哪里找房子呢？好，比如说要租房子嘛，比如说要去哪里找员工呢？这个有点像是说，在2月份是你已经开始准备去执行了，就是开始有行动搭上来了哈。所以呢，这个行动搭上来的时候呢，有点像说这样一步一步走上来之后，就会来到这个我很清楚明确的一个方向。那再加上呢，你这个是一个国王牌，这个国王脑袋想什么？脑袋想的就是这个属于你的城堡。OK 哈，那这个东西呢，我先跟大家说明一下，他们要我提醒某部分双子座的朋友们哈，不是说你一定要去创业或一定要去结婚，那个才是完完全全属于你的。OK 哈，比如说假设好了，在这个领域，在这个领域做到你佼佼者的这种角色，好，比如说做到一个这个行业当中的顶尖人物，或者是比如说做这个团队里面的那个 leader， 这个也可以哈，因为那就有点像说，这就是你掌控的范围是属于你的嘛，是不是这样说？所以呢，他们要我提醒某部分双子座的朋友们，不是说你一定要就是搞出一个什么名堂，但是你可以在这个你正在对照这个我们牌卡里面的这个内容的时候呢，那个非常顶端的一个东西 ，OK 哈，或者是比如说你原本以前只是随便投资，现在变成职业投资人了 ，OK 哈，好，所以呢，这个国王牌卡就是胸有成竹的，像我刚刚讲的，你一直都是胸有成竹的，但是你要变得更好，所以你的脑袋里面都在想，我要怎么盖这座城堡才好 ？OK 好，所以呢，这边有一些这个叫什么树枝哈，对，这个树枝呢，就有点像说，你看我这个胡子越来越长哈，是这个树枝对吧 ？OK 好，这个胡子呢越来越长哈，就有点像说我正在思考我要怎么样让它能够更加的根深蒂固 ，OK 好，所以呢，我觉得你在2月份应该是满脑子都在想这个行动要怎么样跟上，然后呢，再加上这个钱币9这个钱币9是一个女生哈，她头上呢就是装了一个水果篮哈，然后呢，她戴了很漂亮耳环跟戒指，然后呢，还有这个有一只小鸟站在她的手上 ，OK 哈，这张牌卡给我有一种感受，就是说其实你也在思考说，其实我自己是有能力做到这件事情的。但是相对的，我个人会感觉这边有个非常特殊的讯息哈，这一只小鸟，我认为是如果假设你有考虑这个是跟人有关的，比如说你要跟另外一半比如说权杖4成家立业，或比如说要跟别人合伙，对吧？哈，那这可能是你的合伙人 ，OK 哈，或者是比如说你要升到这个总经理的这个职位哈，这个呢，这个小鸟就是代表这个关键要素，这个关键要素，我个人会感觉它比较有一点需要别人的意愿，还有一些不可控的因素，然后还有一些是这个东西是我要怎么形容呢？
就是不好意思，有些时候这个能量场只能意会不能言传哈，你就把这只鸟哈想成是你的伴侣好了哈 ，OK 哈，那他可能还想享受自由啊，他可能不想跟你稳定下来 ，OK 好，或比如说你要升到总经理啊，这个可能要上面的主管啊，他们去选择你才可能做这个职位嘛哈，那还有另外一个第三个，我个人觉得这个能量场比较倾向于有点像说这个东西啊，你在努力的这个东西会换来你的自由。OK， 比如说你独立出来开公司了，所以呢，你就不用去每天固定打卡上下班，你有时间上面跟这个空间上面的这个自由。OK 哈，所以这一只鸟我尽可能形容给你听，它散发出来这个能量场有点不太一样，所以呢，你会认为说你在看这个东西哈，就是这个关键要素哈，不管是人或者是我刚刚讲的这个自由，你会认为这个东西啊是唯一你不可控的。OK 哈，所以呢，你这边呢计划的很好，好 OK， 然后也胸有成竹，然后也觉得自己可以做得到，然后呢也都把这些步骤都想好了，但是唯一的就是不可控的就是这只鸟。OK 哈，好，所以来到3月份的时候呢，你抽到的这个是宝剑侍者，抽到的是圣杯6，然后抽到的是钱币7。OK， 这3张牌卡在你第3个月份出来的时候呢，我个人会认为哈。某部分的双子座的朋友们，你会想说，那我到底要不要投入？因为投入之后呢，可能会有一半的不确定因素，或一半的这个投入可能会有去无回哈。例如我这样假设好了 ，OK 哈，就是说假设你是要成家立业那一派的人 ，OK， 如果假设你就这样计划了，也求婚了，也顺利了，也成功了 ，OK 哈，那你去看你坐在这个钱币7上面哈，你抱着是一半的苹果。意思就是说呢，这个家啊，一人有一半的责任，所以呢，你可能就不能推脱 ，OK 哈。还有你付出的，可能别人不一定会感激你，因为这个本来就是你有你一半的责任。这就是为什么我会说哈，像你合伙也是这样嘛 ，OK 哈。所以你只要合伙，你有一半的责任，对吧？那你投进去的不一定100%会回来，对吧？甚至是你100%有这个利益回来的时候，有收获的时候呢，你要跟你的合伙人拆一半。OK 哈，所以呢，这个是在你第3个月份的时候去思考的东西。OK 哈，也可能会面临的一些状况。那在这边这个圣杯6呢，我个人会感觉哈，这个东西这个感受虽然会涌上心头，就是说我投入的东西可能不会100%回到我的手中，但是你在思考哈，你在思考哈，可是我很想要有这样子非常开心、非常快乐的这种感受。OK， 这个东西就是说呢，你看这边有很多气球，就有在想这个东西啊，会不会因为这样子而让我自己哈，就像这个怎么讲？我们这样讲哈，这个气球哈，它是会飞走了。OK 好，你看这边有几条气球，有几颗气球，它是已经飞走了。那这几个人，他手上只有抓了3颗。OK 好，我给你看一下，看细一点，这个弟弟还是妹妹哈，抓了2条线。这个妈妈呢，应该是抓了1条线 ，OK 哈，那其他几颗气球它就飞走了。那这个象征的就是说呢，有3颗钱币，对不起，有3个圣杯加3个圣杯 ，OK 哈，就是说3个圣杯，你跟对方都想要合作，你们这个合作才会达成嘛。但是呢，相对的，你也在思考说，哦，那我有一半的责任，有一半的东西得不到，所以呢，你在回顾，好，你在回顾过去我的这些计划，或者是过去我的这些行动或架构，这样子对我们彼此之间，你不是自私的人哦，你在想对我们彼此之间到底是不是一个适合的方案？所以我个人会觉得呢，你会在思考上、在行动上、在整合上面呢，不断的去超越你自己，或者是让这个计划变得更好。OK， 或者是不断的翻修，然后让这个东西变得更确切一点。所以我觉得呢，你在心理上面会累，在行动上面可能也会有一点。那这张这个宝剑侍者给我有一种感觉哈，你看他拿的是蒲公英，这个蒲公英呢是有点像是就是被吹走了。OK 哈，他们要我提醒双子座的朋友们不要太担心哈，到第3个月份的时候才是你真正播撒这些种子的时候，就是这些蒲公英飞掉的这些种子，它会去旁边蔓延增生。OK 哈，然后呢，但是他们说不要太紧张。在3月份的时候呢，你如果把事情想得太窄或太细，或者是压力太大哈，他们说呢，你反而会影响到你自己的这个效率，或者是速度，或者是对这件事情的期待。所以其实他们要我提醒双子座的朋友们不要担心哈，这个种子啊撒出去之后哈，为什么这边有这么多本书，然后你会站在上面呢？因为他们说这些种子撒下去之后呢，一步一步你才会慢慢的去学习到这个你想要创建的这个什么东西好的这些挑战或者是问题，所以你再一步一步的用你的智慧去解决就好了。
好了 ，OK？ 你不要想着说哦，我现在就要毕业了哈，这就像一个毕业生戴着这个毕业生的帽子，你不要想说哦，我现在就想毕业了，我要把未来事情都想得很周全，都很好，我都有想好解决方案，不可能的 ，OK 哈？这个是他没有告诉你的哈，就是你可能会心很累，行动也很累，然后也会担心说自己到底做的对不对 ，OK？ 所以他没有在这边呢稍微提醒这个双子座的朋友们，就这个地方呢，我个人会觉得你有一点比较内耗啦，好不好 ？OK 哈，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每个月份你所要实际能够来学习的课题，好不好？好 ，OK 哈。因为呢，每个月实际学习的课题呢，有一些关键人物或者是时间点，或者是有哪些要注意发生的状况，我们都会在这个下半场的延伸牌卡解读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好不好 ？OK 哈，我们先来看每个月份，如果遇到这些状况的话，那我们要怎么样利用下半场的这个延伸牌卡解读的这个时间点啊，或者是这些关键人物来一起处理它，好不好？一次把它处理掉，好不好 ？OK 哈，好，来我们一起来看看，好不好？好，首先呢，在这个1月份的这个能量场，你抽到的是这个 Temperance，OK 哈，你看。这是一个女生呐，然后呢，她的翅膀是红色的 ，OK 哈，然后她把这个水倒下去了，胸口有一个三角形哈，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会说，你想要搭建一个是很稳固的三角形哈，这个铁三角哈，就有点像说它是等边铁三角，它是很难去把它我要怎么形容这个能量场？有点像它是很稳固的，它是很牢固的 ，OK， 而且你拿着圣杯，你是想要去投入的 ，OK 哈，然后呢，这个翅膀象征的意思是说，就是你很热情，你想要去做到这件事情，而且你脑袋这边有一个钱币，象征的意思是说你是很清楚知道你想要去的方向，你也正在看这个情况跟这个情势跟这个时间点可能是对咯，所以这个 Temperance 呢，有一点像说你认为是时候到了。OK 哈，所以呢，我个人会感觉你在第1个月的时候，你要学习的课题就是说，你要先把时间点去做一个切割，或者是做一个安排，因为 Temperance 象征就是时间点到了，我们要把握机会咯，这个水要赶快给它倒下去，要给它灌溉咯，这样子呢才有可能开始发芽。OK 哈，所以这张牌卡是要告诉这个双子座的朋友们哈，你在1月份时间上面的安排要投入哪些资源，要先分配好，先算好 OK 哈。还有第3件事情呢，是你要很清楚知道，因为这个钱币放在你的第3眼这边哈，有点象征是说你要用你的内在智慧跟很清楚的分析以及理性去看待这件事情，你不能被这个叫做什么火红的翅膀哈，这样扇啊扇啊扇啊哈，然后呢就影响到你自己的这个我要怎么形容呢？因为这个火红色给我有一种感觉，就是有些人你们会这边是很正向的，但这边会有一点像说，要么太冲动，要么可能没有安全感，要么可能有点不是很确定。好，有一些双子座的朋友们还是会这样，因为这个红色会影响到我们的这种生存的这种感受，或者是说要改变的嘛哈，可能不太舒服哦，或要改变，我可能要比如说我要妥协啊，或者我要配合啊等等之类，这些东西你先想好，好不好哈？这个就有点像是这个红色翅膀要告诉你的，这就是你要学习的课题。你既然要创业了，你既然要成家立业了哈，这个东西本来就是要互相配合，可能稍微也会有一点点妥协跟牺牲，甚至呢，可能你会觉得说那这样子的话，以后我以前一人保全家保，现在有了一个家庭我就要照顾这个家人，是不是这样说？所以我才会跟你说，这些东西都是你在1月份你要特别来实际学习的一些课题哈。那来到2月份的时候，第2个月份呢，你抽到这个是魔术师，所以我才会跟你说你真正的行动是在2月这个时候。因为2月时候这个魔术师呢，你看他已经把这个权杖拿起来要准备挥来挥去了 OK 哈，这个挥来挥去就是像是说好，我要来变魔术咯，我要把我以前想的东西这些全部都把它显化成真哦 OK， 所以呢在第2个月份的时候，我个人会认为呢你这些所有的资源跟时间，还有你心里的这些心理那叫什么心理素质架构好之后，来到2月呢把它提升上来之后呢，你准备要开始表演了OK 哈，所以他们要我提醒你一件事情 OK， 在2月份你实际要能够去学习的课题，意思就是说呢，你呢在表演的过程当中，不要觉得这些所有的事情会很完美，因为当你开始准备要去进行的时候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在这里提醒你，也会在这里提醒你因为当你要开始去做这件事情，可能比如说假设我们这样讲，找店面可能不容易那比如说找员工还要筛选，对不对？那找合作伙伴，那又要跟他谈谈，比如说我们要怎么去配合 OK， 那比如说在这中间过程当中有很多细节的东西 OK， 他们说呢，
这就是为什么魔术师啊，它中间有很多关卡有很多有的没有的好像铺陈这样 OK， 所以他们说呢，这个铺陈啊，都是为了到后面开始有一个开花结果，就像魔术会变到最后，你就会哇，原来是这样子啊，怎么会这样子呢？它怎么变出来的呢 ？OK， 所以他们说这中间的过程当中呢，你会有很多安排，可能很累，都是为了那最终的结果，所以在这里可能会有点辛苦，有点挑战，或有一点点心情上面的压力，这个你要特别注意 OK 哈，这个是你要实际去学习的课题，怎么样把这个东西变化出来，然后这个抗压性你要有所提升，然后呢也不要在中间自乱阵脚，好吧 OK 哈，然后不要一直在那边想可是我最后那个结果不知道到底好还不好，不可能的 OK 哈，你这个魔术啊上台表演的时候要等到你表演完了，大家起立欢呼的时候，你才知道说我表演了一场好的魔术嘛，对不对？那当然一定也会有人跟你讲说我觉得还好我没有很惊讶，对吧？但是呢大部分的人看到魔术都是会很惊喜的，所以他们说呢，不要去在乎那小众，觉得说那不就跟之前我们看到的表演一样吗？他们说呢，去做你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不要忘了你这边地基打得很好，你很清楚知道你自己在干什么，你要超越的除了是自己的心魔、自己的障碍，还有自己必须要去提升的部分，还有自己在对于未来这个计划要去准备的部分。这就是为什么魔术师他必须要超越他每次的表演都要不一样，都要有这个新意大家才会一直来看他的表演。这个就是你2月份要去学习的这个实际课题 OK 哈。那来到3月份的时候呢，你抽到这张牌卡是宝剑骑士 OK 哈，这个宝剑骑士你可以注意看他呢可是杀红了眼然后拿着这个宝剑，这宝剑在哪？这个就是这个宝剑国王的这个宝剑，所以他们说呢，接下来呢是你要开始准备正式上战场了，所以上这个战场是生是死不知道OK 好，我们不知道对不对？你总去打看干嘛？看你有没有比别人强 OK，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才会跟你讲，你看你会回头看，这就是为什么我刚刚跟你讲你会回头看，你会在这边回头看这边有没有什么落掉的啦，这边有没有什么做不好的啦，这个人真的要跟我合作吗？我回头看一下，这样子我会不会有损失啦这个就是我刚刚跟你讲的你都已经要上战场了，不要一直回顾想这些东西，这些东西你已经做很好了，你必须要在这一步一步撒种子的过程当中，遇到这些挑战跟状况的时候，你才可以一步一步把它解决。所以在3月份的时候呢，我个人会感觉你会回头看，一定是你心里有所挂碍，所以呢没关系，反正我们下半场呢会来告诉你在每个月份有哪些关键的人物跟时间点，还有一些状况来提醒你 OK。 所以我个人会感觉在3月份的时候呢，我会建议你宁可向前看，因为这个我解释给你听他们叫我这样给你看，这个种子是往这边飞的，这个人是往那边看的。那你说你要往未来走，可是你这样子一个往前一个往后，你不就踩油门跟刹车，这台车走不动，你懂我的意思吗 OK 好，所以这匹马也是向前走的，所以不要担心，不要害怕，我个人会感觉勇敢向前走对你来讲反而是能够关关难过关关过 OK 好。那我们最后来看这一张 OK 好，这一张就是你的王牌跟底牌 OK 好，我们来看看在这个季度如果你遇到任何问题，可以来参考你王牌跟底牌给你的建议 OK 好。好，来这张牌卡就是 Empress， 你看吧，我就跟你说你不要担心我真的是非常感谢宇宙来验证我的牌卡，有没有看到这是一个国王跟一个女王牌卡，他们两个是一个 couple， 所以我才会跟你说，你们这边有一些人可能是的确是会结盟的，就是合作的，或者是成家立业的。你看这个女王她是怀孕的，她肚子里面是怀孕的 OK， 然后呢她把她的皇冠是戴在这个小孩的头上OK， 所以这张牌卡这个王牌要告诉你的一件事情他们说当你这个袖子已经卷起来了，打算要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你即将要诞生的这个你的梦想或目标，或者是比如说你的未来要成家立业，或者你自己要创业这个东西，你必须把你的皇冠拿下来给他戴。为什么呢？这个就是要告诉你，所有你在这一季所安排的、所做的事情，它才是最重要的。OK， 你的面子、你的自尊，或者是你自己的一些什么，当然原则很重要，但是有一些原则可能要因为它有所迁就跟改变，你才可以孕育这个新的计划、新的人生，或者是新的这个合作模式才能够出现。OK 哈，所以你看这个女王她下面是有很多花朵的，这个就是说呢，这个很漂亮的这个女生她会愿意能够去为了这个计划，好好的去滋养它、灌溉它、保护它，让这个东西呢像花朵一样绽放开来，然后呢也可以让它非常的丰盛。所以他们说呢，在这一季你如果遇到任何挑战，你一定要抓准这个，就是你的有点像是我们讲支点就是你的这个核心概念，或者是你的这个最终的这个初衷。OK， 你要愿意把你的皇冠拿下来给他戴 OK 哈，所以你才能够愿意去成就这个你真正想要的梦想。OK， 你要知道这个是我要怎么讲这个皇冠给我有一种感觉因为它是很细微的一个能量，
有一点像说，你要让你产生的这个什么东西哈，因为你们每个人不一样哈，让它能够实至名归，就是说。比如说你在创业，好，你要让它实至名归，让别人看到说，哇，我的天哪，双子座的朋友们呢，自己创业真的是在干大事诶，你看哦，他终于做好了。你要让这个东西实至名归，所以他才能够戴上皇冠。这个是一个下一个阶段的传承，跟下一个阶段的走向，因为这就有点像这个国王跟女王他们结婚了，生了一个孩子，这是下一个世代，所以我才会跟你说啊，你在这2到3个月呢，你是在不断超越你自己，你要更新你的版本了。所以我现在全身起鸡皮疙瘩，OK 好，所以呢，我才会跟你说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你要记得你要改朝换代了。OK 哈，然后你也要改一个脑袋了 ，OK 哈，然后你要改一下你自己做事习惯跟方法，才能够去成就这个你肚子里的小孩。OK 哈，好，那以上呢，这个就是要给双子座这一次的技能量运势牌卡解读。如果你想了解更多有关于这一次技能量运势牌卡解读的细节跟内容，欢迎你一起来参加我们的延伸牌卡解读。那我们延伸牌卡解读的影片连结就在我们影片下方的这个资讯栏都有非常详细的说明。这边我就要非常感谢双子座的朋友们，我希望呢，在这个季度你可以顺利的转换成更好的自己，我也祝福你，希望你这一季一切都非常的顺利，好吗？那我们就下一次再见喽，也非常感谢你收看我的影片，拜拜。